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这个频道，我是瑞医师，期望能为你的生活点亮思考的火花。现在，我们即将开始瑞医师的卫教时间，在这里，我会在每集分享一个重要的卫教知识点，旨在减轻你看诊时的等待，同时提供更全面的卫教资讯。每个知识点都经过严格的查证，并通过视觉呈现来帮助你更好的理解和记忆。在我们开始前，请别忘了订阅和点赞，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接下来的精彩内容了。好的，让我们马上开始吧。本期的知识点探讨的是如何在睡眠时燃烧更多脂肪，以助于提高减重效果。要谈减重，睡眠的重要性不容忽视。有研究指出，睡眠分成几个阶段，像是慢波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这两个阶段交替，形成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大约90分钟。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会有所不同，可能是80到120分钟。在这个周期中，我们会经历兴奋和休息的不同阶段。一般来说，我们每晚会经历4到5个这样的睡眠周期。随着晚上的时间推进，梦境的时间会变长，而深度睡眠的时间则会减少。顺便一提，对于婴儿来说，他们的睡眠周期更短，大约只有50分钟，主要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充分获得营养。了解这些睡眠知识，能帮助我们规划更好的睡眠时间。比如说，如果时间紧迫，你可以选择睡4个睡眠周期，也就是6个小时。如果时间较为充裕，那么7.5小时的睡眠，也就是5个睡眠周期，可能是更好的选择。通过设定闹钟和练习，我们可以掌握这样的睡眠节奏，并且非常推荐透过减少房间光源及降低房间温度来促进褪黑激素的分泌，达到更高质量的睡眠。后面也会分享一些提升睡眠质量的小方法，让你能够在睡梦中也能减重，请不要错过。关于营养补充品这个话题，我主要推荐补充氨基酸。根据一项系统性回顾和原分析的结果，氨基酸补充剂有助于显著提升睡眠质量，而褪黑激素和维生素 D 的补充也有效，但个体反应可能会有较大的差异。特别是色氨酸 TRP 补充剂，它能够减少你睡醒后再入睡的时间，尤其当色氨酸补充剂的剂量大于等于1克时，效果更为显著。那么，在日常饮食方面，怎样的习惯能够在睡眠中助你燃烧更多脂肪呢？我推荐高蛋白质饮食，包括必需氨基酸以及低升糖指数的食物，它们都能有助于提升你的睡眠质量。再来，多项研究指出，氨基酸补充剂能够增加脂肪的燃烧，从而助于减重。例如，有研究发现，每天补充氨基酸可以减少正在进行重度力量训练的男性的体脂率。这背后主要有2个原因：一是氨基酸有助于肌肉的合成，提升身体的代谢率；二是它能促进代谢和生长相关的荷尔蒙，如生长激素的合成，以增加脂肪的代谢。积累的证据也显示，只有摄取足够的必需氨基酸，我们才能建立稳定的能量平衡，进而影响到身体脂肪比例和体重。特别是含有必需和支链氨基酸的氨基酸补充剂，它们可能帮助那些正在进行减重计划的人保持肌肉质量，维持高度的代谢率。然而，值得提醒的是，市面上有各式各样的营养补充剂，而且研究结果也可能随着时间推移而有所变化。广泛的研究只能指出最可能有效的选择，但不能保证适用于每个人的体质。因此，建议你在尝试任何补充剂时，应以小剂量开始，并且与你的家庭医生密切合作。如果对不同的营养补充品对睡眠的影响这个话题有兴趣，请在影片下面留言让我知道，你们的反应会影响我未来影片的制作顺序。再来，让我们探究皮质醇这种被广泛认为是压力荷尔蒙的物质。当我们身体处于高压状态时，皮质醇水平通常会上升。这边将重点介绍皮质醇如何影响睡眠质量，并进一步解释这种荷尔蒙与生活压力、体重之间的相互作用。皮质醇具有独特的日常节律，它通常在早上9点左右，或者从你醒来后约30分钟会达到峰值，然后随着一天的推移逐渐下降，到午夜时达到最低点，接着它会再次开始升高。
以帮助我们在隔天早上清醒。如果你在入睡前皮质醇水平过高，这可能会导致入睡困难。在临床实践中，不少患者反映会在凌晨2点至4点之间意外醒来，这种现象很可能是皮质醇水平异常所引发的。而这样的异常水平通常也反映了患者的生活压力过大或荷尔蒙失衡。皮质醇也是评估 HPA， 就下视丘脑下垂体肾上腺轴功能的一个重要指标。一般民众只要知道这个与所谓的中心肥胖有密切关联即可。中心肥胖主要是指腹部脂肪的过度积累，这样的状态与早晨皮质醇的高水平具有正相关。总结而言，皮质醇水平、生活压力、凌晨觉醒以及体重管理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高压状态和皮质醇水平的增加不仅可能影响你的睡眠质量，特别是在凌晨时分，还可能与中心肥胖有关。因此，在追求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减重或改善睡眠质量的过程中，合理管理和理解皮质醇水平是至关重要的。慢性疼痛影响睡眠的患者，这边补充一个营养补充品的建议，可以考虑维他命 D。它在医学界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尤其是在缓解某类慢性疼痛方面，例如肌肉骨骼疼痛和疲劳症候群。根据现有的科学研究和临床证据，维他命 D 补充剂被视为一种简单、容易接受且成本效益高的方法，特别适用于有特定需求的患者。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维他命 D 的效果类似于补益阳气和强化筋骨的药物，这有助于释放身体的自然能量和促进整体健康。维他命 D 实际上是一种在阳光照射下由皮肤合成的荷尔蒙，和其他荷尔蒙一样，它在身体内有多重功能，包括疼痛缓解，特别是在痛觉和炎症反应方面。某些观察性研究甚至指出，在维他命 D 水平低的特定患者群，例如癌症患者，透过补充维他命 D 能够显著改善疼痛状况。然而，我们必须保持一定的批判性思考。虽然某些观察性研究确实显示维他命 D 补充剂可能有助于慢性疼痛患者，但大规模的系统性评估并未明确支持这一观点。更具体来说，对于已被诊断出有骨质疏松症和骨健康问题的人来说，如果本身也属于低维他命 D 水平的患者，建议和止痛药，包括阿片类药物合并用于疼痛控制上。总之，维他命 D 确实有其在疼痛管理方面的潜力，但它并不是一个万灵丹。在考虑使用维他命 D 作为疼痛缓解方法之前，强烈建议您先咨询医生或其他医疗专家，以获得个人化的建议。以下，血糖不稳定与夜尿间的关联性。在糖尿病患者中，血糖的波动情况会更为明显，包括高血糖和低血糖的交替出现。高血糖状态下，身体会透过尿液排除过多的糖分，这可能会增加夜间排尿的频率。另一方面，低血糖则可能在夜间造成不适，如出汗过多或产生噩梦，进一步影响睡眠品质。不仅如此，长期的糖尿病症状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理压力也可能对睡眠造成不良影响。有些研究建议透过特定饮食模式，如生酮饮食和间歇性断食，来改善胰岛素阻抗。这些方法对某些人确实有助于提高胰岛素敏感性，但也不应被视为治疗所有糖尿病相关问题的特效药。当然，夜尿这个议题其实相当多面向，涉及到的因素也多得让人难以一一列举。为了能够深入探讨，我们将在未来的影片中单独开设一集来详细讨论这一主题。这将是一次深度的专业解析，所以如果你不想错过这项丰富的内容，请确保点击订阅并开启通知铃铛，这样你就能随时获得我们最新的影片更新了。结束前帮大家复习一下重点。重点1，以90分钟为基准睡觉，可以考虑睡6小时或是7.5小时来达到高效的睡眠，并且降低房间温度和光线。重点2，推荐多补充氨基酸，特别是色氨酸。饮食建议高蛋白低 GI 的食物，来提高睡眠的质量。重点3，过度的压力会造成皮质醇分泌的异常，也与中心肥胖有关。适度的减压对于睡眠品质和减重都至关重要。重点4，对于因为慢性疼痛影响睡眠的患者，如果平常维他命 D 水平较低，可以考虑补充维他命 D，合并止痛药物来改善睡眠。重点5，高血糖容易导致夜尿，而低血糖则容易造成多梦和出汗问题。
可以透过特定饮食方式等来调整血糖的稳定度，改善胰岛素阻抗，也能睡得更好。当然，还是提醒大家，最好要找医师调理，以获得最佳的协助。如果你觉得这样的内容有价值，欢迎在下面留言和分享您的想法。我们下次再见。